这是一架飞向地狱的航班，而驾驶员正是送乘客上西天的死神。飞机从万米高空向下俯冲，眼看就要撞到雪山了。不久前，老温还在阿拉斯加的小木屋里凄凉地吃着泡面，突然大门被人撞开，美国联邦法警局的女警小马带着一群手下闯了进来，3下5除2就将老温制服。原来老温是黑帮的会计，手里掌握着能够指控黑帮首领莫雷蒂的关键证据，所以小马才不远千里来到苦寒之地抓人。老温很识时务，表示愿意配合小马指控黑帮，但他也有条件，就是联邦必须赦免他的罪行，并且给他提供足够的人身保护。小马跟上级联系后得到回复，上级也要开会讨论一下，几天后才能给他答复。老温提出自己要去洗手间。But if you don't take off these cuffs, you're the one that's gonna have to do the paperwork. 小马不吃这一套，让手下给老温脱裤子。老温痛失逃跑的最后一个机会。几天以后，联邦派来专机接老温和小马回去。为了防止老温逃跑，小马特意把老温的手脚都捆住，并且用铁链把他锁在了飞机座椅上。小马跟同事卡洛琳取得联系，卡洛琳说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团队已经在目的地待命。小马预计还有90分钟自己能到达，一切准备就绪。迟到许久的驾驶员终于赶到了。他自我介绍名叫布斯，是一个嘴碎喜欢喋喋不休的人。在他的聒噪中，飞机终于起飞了。发动机的轰鸣声响彻山谷，不知道是不是布斯驾驶技术的问题，飞机上升的过程十分不平稳，每隔几秒钟就要剧烈的颠簸一下。Is it always this bumpy? It's always turbulent up here. Should even out once we hit about 3,000 feet. 这时候，小马敏锐地察觉到布斯的耳后有一道抓痕，他询问布斯是怎么弄的。布斯轻描淡写地表示，是做维修的时候不小心弄的。布斯好像很喜欢聊天，不停地跟小马东拉西扯，但小马还是用眼角余光注意到了布斯弄了好几下才打开仪表盘，这让小马感觉十分诧异。这布斯对飞机似乎还不是很熟悉，不过布斯说只说飞机不太好使， GSP 定位失灵了。不过这条线路自己十分熟悉，一定会将小马和老温准时送到西雅图。可是话音未落，意外就发生了。小马惊魂未定，不过布斯倒是见怪不怪，他打算提升飞行高度，这个高度飞鸟太多，不安全。飞机上升的时候再次剧烈颠簸，一张纸片掉了下来。坐在后排百无聊赖的老温想办法把纸片拨弄到自己脚下，他惊诧地发现这是一张飞行员执照，上面写的名字正是布斯，可执照上的照片却与眼前的开飞机的布斯并不是同一个人。他立刻意识到这个布斯是冒牌货，说不定正是黑帮派来干掉他的杀手。老温想提醒小马注意布斯，可飞机的噪音很大，小马戴着飞行耳机，根本听不到老温的声音。无奈之下，老温只好咬下自己的扣子打在小马身上。小马总算回过头，老温看到布斯正在注视着自己，所以不敢直接揭露布斯的身份，只是说自己有东西掉在地上了，希望小马帮忙捡一下。他是希望小马能自己发现地上那张驾照，可是小马还以为老温又是在耍花招，于是根本不为所动。布斯还贴心地为他拿来了呕吐袋，而就在布斯转身的时候，小马看到了布斯胳膊上的血迹，小马疑心更重。 You said you'd have us on our way to Seattle before we knew it. How'd you know that's where we're headed? 布斯东拉西扯，表示自己是猜到的。飞机飞到山区上空，布斯呼叫空管中心，可一直没有信号。显然他们这里信号很差，他们与地面失去联系了。这下老温更紧张了，他害怕的几乎喘不过气来。而这时候，小马终于发现了老温的异常，这更加印证了小马的猜想，这个飞行员绝对有问题。于是小马询问布斯是否认识上星期载他来的那个机长小杨，布斯立刻表示认识，两人还一起嗑过药呢。可正是他的这种胸有成竹的态度，恰恰暴露了他的问题，因为那个小杨是女的，而布斯完全不知道。布斯一看谎言败露，也不再伪装，当即跟小马厮打起来。小马掏出枪来试图反击，可是飞机空间太小，手枪根本来不及施展，就被布斯打飞了。Easy now. I don't want to kill you. Cold body isn't any fun. 小马铁齿铜牙，咬得布斯嗷嗷怪叫。小马趁机打飞了布斯的刀。现在两人都没武器了，只看谁的力气大。小马毕竟是女人，力量不及布斯，被布斯几个头锤砸晕了。这时候布斯跟老温坦白了自己的身份，他就是黑帮首领莫雷蒂派来的杀手，最大的癖好就是虐杀，所以他要把小马和老温玩腻了虐够了，然后扔到荒野里喂野兽。老温赶紧求饶，表示自己愿意给布斯100万美金的加密货币，恳求布斯放了自己。可是布斯显然不为所动，他当杀手可不光是为了钱，玩弄猎物的感觉让他痴迷，所以他一边说一边拿了一根束缚带，打算捆在小马脖子上。就在这时，小马突然发难，掏出自己早已准备好的电击枪戳在布斯身上。原来他早就醒了，装晕就是在等待最佳时机。强大的电流在布斯身上流淌，布斯浑身颤抖，
很快晕了过去。老温吓得快不能呼吸了，小马赶紧过去安慰，却不料刚刚晕倒的布斯又爬了起来，一招饿虎扑食将小马压在飞机仪表盘上，紧紧掐住他的脖子。小马拼命挣扎，用电击枪抵在布斯的头上，两人在扭打之间撞到了飞机的操纵拉杆，飞机向下俯冲。布斯坚持了许久，终于还是晕了过去。小马赶紧甩开布斯，拉起操纵拉杆，飞机从树梢掠过，小马和老温捡了一条命。飞机重新爬上高空，小马看着完全陌生的仪表盘，好不容易打开了自动驾驶按钮，这下他才有时间把布斯捆起来，想把他拖到飞机后面。可晕倒的布斯太沉了，小马一个人根本拖不动，无奈之下他只能解开老温脚上的铁链，让他给自己帮忙。小马从布斯身上找到了一些图片，都是小马和老温的日常照片，说明布斯早就在监视他们了。更可怕的是里面竟然有老温家房子的照片，还是有老温母亲的照片，这说明黑帮打算用母亲来威胁老温。老温这下急坏了，现在能帮他的也只有小马了，他赶紧帮小马把布斯铐起来，然后等着小马用无线电联系地面，希望能保证自己和母亲的生命安全。布斯显然把飞机开到了十分偏僻的地方，这里不但远离航线，就连无线电都断断续续，小马很难与地面取得联系。好在他还有警用的卫星电话，小马终于跟卡洛琳联系上，让卡洛琳赶紧去找一个飞行员在线教自己开飞机，另外派一些警察去老温家保护他妈妈。就在小马焦急等待飞行员上线的时候，布斯醒了过来，小马跟他谈条件。You tell me how to fly this thing, I'll let you go to prison in peace. 可是这条件根本无法打动布斯。好在这时候卡洛琳找来了一个熟悉这型号飞机的飞行员，他耐心地教导小马开飞机。小马悟性极高，竟然只听了飞行员的三言两语，就成功把飞机开回了原本的航线。小马将飞机重新设置自动驾驶，现在只要注意在海岸线附近转向，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了。布斯眼看着无法用驾驶飞机来拿捏小马，就开始拼命挣扎，却始终无法摆脱束缚。这时候他看到了掉落在座椅下方的刀子，布斯知道这是自己逃脱的最后办法，于是他开始言语刺激心理防线较弱的老温。他提醒老温自己知道他妈妈的家，等自己杀了老温，会把他的尸体拍照寄给他妈妈留作纪念的。老温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自己加入了证人保护计划，所以自己的家庭住址是严格保密的。他只将自己的地址告诉了美国联邦检察官，就连老大莫雷蒂都不知道。那这个布斯是如何知道自己地址的？难道莫雷蒂在警方有内鬼？而小马他们的这次行动也是严格保密的，知道这次行动的人只有美国联邦监察官、法警局长、司法部长、司法副部长还有卡洛琳，所以小马已经可以肯定内鬼就在他们几人当中。这时天上云雾散尽，小马和老温惊诧地发现一座大山正横在飞机前面，飞机眼看就要撞上去了，小马立即用尽全力拉杆，好在飞机质量好，穿过积雪还能继续翱翔蓝天。惊魂未定的小马赶紧调整好飞机高度和方向，重新打开自动驾驶。就在小马和老温庆幸自己捡回一条命的时候，他们没注意座椅下方的刀子也在刚才飞机上升的时候滑到了布斯脚下。布斯悄悄用鞋子按住刀，试图将刀子够到身边，可他努力了好几次都失败了。无奈之下，他只好选择用言语挑拨小马和老温之间的关系。 I'm sure glad you didn't kill Winston while he was in your custody. Hey Twiggy, I know she killed the last prisoner. 听到这话，怕死的老温慌了，小马暴怒地冲过去把布斯还扁一顿。可小马的愤怒让布斯更加肯定了之前的事故就是小马心中最难以磨灭的伤疤，于是他努力往小马伤口上撒盐，提醒他想起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眼看着小马失控的发疯，布斯趁机将小马的墨镜拿在手中，等小马发泄完离开，布斯悄悄拆掉镜腿，把墨镜塞到了衣袖里。小马对老温说出了自己心中的伤疤，当时他押解一个女犯人，对方说想洗个澡，希望能有一些私人空间，虽然这违反规定，可善良的小马还是同意了。然后他将犯人铐在浴缸旁边，离开了房间。这时候有杀手向屋子里投掷燃烧弹，小马想去救人，可屋子里已经满是火海，他无法闯进屋，只得逃走了。小马也因此受到了组织的惩罚，被迫赚了文职，直到现在才获得了出外勤的机会。说到这里，小马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作为一名警察，小马执行任务的细节是完全保密的，为何布斯会知道这件事？那只能说明内鬼就是法警局的同事。卡洛琳让小马稍安勿躁，先确保飞机安全着陆。卡洛琳会带着自己的小队成员在机场为小马保驾护航的，小队的成员都是经过审查过的，都信得过。可卡洛琳的话让小马觉得有点奇怪，这么大的事，卡洛琳为什么不问问局长的意见呢？卡洛琳却表示，既然你说咱们法警局出了内鬼，那在不确定内鬼身份的情况下，最好谁也不要相信。他让小马不要将这事告诉任何人，专心开飞机，一切交给他处理就好。挂断电话，小马有了一个可怕的想法，内鬼就是卡洛琳，只有内鬼才不想将此事公之于众，所以他赶紧联系到了在桑达斯基度假的法警局长，将自己的怀疑告诉了他。局长十分重视此事，告诉小马不要再跟卡洛琳联系，自己会派人将卡洛琳控制起来。从现在开始，小马与局长单线联系，
就在小马与法警局的人斗智斗勇的时候，布斯用折断的眼镜腿悄悄戳着捆绑他的安全带，已经戳开一个口了。而这时，小马看到了海岸线，他兴奋地联系飞行员，按照他的指示完成飞机转向。这时候，小马突然地想起了一件事：刚才老温承诺要给布斯100万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自己每个月都会帮黑帮首领莫雷蒂给不少受贿的人汇款，其中有一个人就在桑达斯基，现在法警局长也在桑达斯基。难道法警局真正的内鬼就是局长？那现在卡洛琳就危险了。小马又赶紧打电话给卡洛琳，让他赶紧跑，局长很可能正在抓捕他的路上。好在卡洛琳并没有怨恨小马，还是愿意带人去接应小马。挂断电话，小马和老温发现海面上有一艘遇难船只，他赶紧跟飞行员联系。飞行员根据遇难船只的坐标锁定了小马和老温的位置，再次指导小马调整飞机方向。很快飞机就能着陆了，小马和老温满心期待。小马完全没有防备，脖子被布带紧紧勒住，完全无法呼吸，脸上很快变得青紫。他想开枪射击，可被布斯轻而易举地把枪抢走了。布带越来越紧，小马已经双目上翻，眼看就要断气了。老温忍痛将自己身体里的刀拔出，狠狠刺向布斯。布斯受伤倒地，小马重获新生，可布斯手里还有枪，他忍痛朝着小马射击，小马只能躲在驾驶座后面，根本不敢露头。他从急救箱里拿出闪光弹发射枪，趁着布斯不备，一枚闪光弹射出，布斯吓了一跳，连连向后躲。小马趁机掏出灭火器，布斯终于晕了。小马把布斯靠在铁栏杆上，随后把警枪找回来，又帮老温止血，还给他打了吗啡止痛。小马现在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保护老温安全着陆，他不能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犯人死去了。小马联系飞行员，他希望飞行员可以指导他如何让飞机飞得更快，因为老温在大量出血，再不去医院他会死的。Landing will be more difficult. I'm not losing him, all right? 飞行员无奈，只好教给小马如何把油门推到底，但小马的油不多了，这么操作十分危险。还有最后20分钟的路程，小马将老温的手铐摘了下来，虽然这是违规操作，但他感谢老温刚才的舍命相救，希望他能舒服一点。老温感觉到生命的流逝，他开始回忆自己的前半生，他无比后悔加入黑帮。其实如果自己好好学习，找一份好工作，他能有无限光明的未来，起码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在阳光下。他希望自己死后，小马能去自己家看他妈妈，但不要对他说自己的事情，就说自己做的是好事，不要让妈妈为自己蒙羞。小马十分焦急，他感觉老温的时间不多了。他给卡洛琳打电话，可不料电话里传来了局长的声音。Car crash and she was T-boned leaving the office. She's dead. 小马痛苦极了，因为他的愚蠢害死了自己的好友。要知道，小马之所以能从文职回归现在的职位，就是卡洛琳一力促成的。可他为何要怀疑自己的好友呢？他已经不想隐瞒了，直接跟局长摊牌，自己已经知道了他收受贿赂的事实，还有人证物证，等着跟陪审团好好解释吧。小马挂断电话，随即联系了飞行员。现在飞行员的雷达已经捕捉到小马飞机的位置了，他可以挂断电话，通过飞机无线电跟飞行员联系了。老温看向窗外，一架战斗机出现在他们旁边，小马有点慌，赶紧询问飞行员。飞行员安慰他说那是派去保护你们的。可是被靠在后面的布斯突然大笑起来。You think it's there to help? It's there to protect everyone else from you. It's there to shoot you down. 布斯说一旦他们飞机偏离航道，撞向大楼或者学校，战斗机立刻开火把他们打下来。所以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自己来降落飞机更靠谱。小马无视了他的话，再次与飞行员联系。现在跑道就在眼前，飞行员建议小马先进行几次降落练习，这样可以提高降落的成功率。可老温已经昏迷了，小马没有时间再练习，现在必须马上降落才行。飞行员只好配合小马做出降落的指导。好在小马很聪明，按照飞行员的指示操作，飞机平稳地飞向跑道。布斯在一边看着心急如焚，他要毁了小马和老温，这不光是他的任务，也是他的癖好。布斯忍痛掰断手指，将手从手铐中挣脱，重获自由的布斯扑向小马，胡乱拉他的操纵杆，飞机偏离航道，左摇右晃，小马不再心慈手软。小马勉强稳住飞机，却发现发动机熄火了，飞机的燃料用光了，只能滑翔。好在距离道越来越近，600英尺、500英尺、100英尺，飞机摔得七零八落，可小马还紧握着操纵杆，拼命稳住飞机。飞机在跑道上快速旋转，飞机终于停了下来。天才的小马和老温都还活着，医护人员冲上飞机，将重伤的老温抬上了救护车。这时候，小马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了下去。他下飞机，看到了一直指导他的那个飞行员。小马正想过去感谢他，突然发现一个法警一边接电话，一边上了救护车。小马立刻意识到不好，老温得救了。这时，局长的声音从电话里传出来，果然是他指挥那个法警杀人的。Milko, is it done? No, Director Coleridge, it's not done. But you are.
这是一部低成本的动作片悬疑，影片的设定很极致，万米高空、狭小空间的生死决斗，还有主角与地面同事上演的碟中谍。剧情延续了梅尔吉布森的一贯风格，情节简单，主题明显。天上杀手与地面黑警，你方唱到我登场，情节的推进十分顺畅，仿佛一切顺理成章。导演企图用快节奏掩盖剧本的单薄，只是情节进行的越顺畅，暴露出来的漏洞也就越多。为什么一个从未开过飞机的人，在听了电话里三言两语的讲解后，就能顺利把飞机开回来？为什么老温受了那么重的伤？飞机迫降如此大的颠簸伤害，老温竟然还没咽气。为何局长能搞斯卡洛林，却不想处理那个飞行员，非要等他们落地以后再杀掉老温？为何布斯身为一个杀手，为了虐杀目标连自己的命也不要？情节虽然看起来流畅，却经不起细细推敲。